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今天我们用豆腐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家常做法。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吃起来比麻婆豆腐还要更加的过瘾。自从学会了这个做法，我家里面一周吃8遍都吃不腻。把豆腐浇在米饭上，别提多么的下饭了。最重要的是做法还特别简单，就算是新手小白，一个人在家里也能轻松的操作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大块新鲜的老豆腐，用这种老豆腐烧出来会更加的香哦。因为豆腐它比较厚，我们先用平刀把它分切成大片，切成大厚片以后，接着再把它改刀切成大概2公分粗的长条，然后再把菜刀把它横过来，给它切成同样厚度的大方块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大概视频中这样的大小就可以了。将豆腐切好后，先把它装在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开始准备一点小料，准备几个大蒜子，先把它改刀切成薄片。蒜片切好以后，再把它改刀切成蒜末。将蒜末切好以后，先用小碗给它装起来。紧接着再准备少许的小葱，清洗干净以后，把它直接的切成小葱花。葱花切好以后，和蒜末放在一起备用。再准备小把新鲜的韭菜，将它改刀切成大概3到4公分左右的长段。豆腐和韭菜是绝配哦，这样吃起来也更加的香了。韭菜切好以后，先把它装起来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的烹饪。锅中烧水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增加底味。再用锅铲给它轻轻的搅拌均匀，让食盐充分化开。这个时候将豆腐块放进锅中给它焯水一下。将豆腐给它焯水一下，这样的目的可以去除豆腐自带的一些豆腥味，让豆腐吃起来的口感也更加好吃。在焯水的过程中，我们用锅铲给它轻轻的搅动一下，让豆腐可以均匀的受热。另外，豆腐焯水的时间也不需要太久，大概是2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把豆腐焯水2到3分钟以后，接着用漏勺给它控干水分，捞出来，然后先给它放在盘中备用。接下来重新起锅，锅里面添加少许的油，油热以后，把切好的葱蒜给它放进锅中，用小火给它翻炒一小会，先把葱蒜给它炒出香味。把葱蒜炒香以后，接着再往里面添加1勺的郫县豆瓣酱，然后再继续的开小火给它慢慢的翻炒，把豆瓣酱也给它炒出香味。这一步需要先把酱料给它炒出香味，这样吃起来整道菜也会更加的好吃。我们将它全部炒香以后，接着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开水，然后用大火先给它烧开。烧开以后，接下来开始调味了，往里面添加少许的蚝油，一点点的鸡精和少许的白糖提鲜，再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一点点的生抽酱油进行调味。最后再添加少许的老抽，增加颜色。调味过后，再用锅铲给它轻轻的搅拌一下，让所有的调味料充分的化开融化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将焯过水的豆腐重新的放回锅中，然后再用锅铲给它搅拌均匀。我们在烹饪豆腐的时候，要想豆腐更加的入味好吃，那么一定要用汤水给它煨煮一小会。经过几分钟的煨煮之后，让豆腐的内部也可以吸收到汤汁里面的味道，这样吃起来的豆腐就更加的入味好吃了。有些人做的豆腐吃起来里面没有味道，那就是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不易，我的视频虽然有一点点长，但是里面都是非常实用的小干货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
那么就麻烦您对屏幕帮我点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你们长期来的支持和鼓励，真心的感谢了。我们经过几分钟的煨煮之后，豆腐也已经是入味了，而且汤汁也所剩不多。接下来开始进行勾芡，勾芡的时候也需要注意，需要分2到3次进行勾芡。第一步，先用适量的水淀粉初步的锁住芡汁，翻拌均匀之后，接下来再进行第2步的勾芡，这样勾出来的芡就非常的浓稠，而且也不会泄芡。最后再把韭菜给它放进来，再给它翻拌几下，把韭菜给它炒至成熟。韭菜是非常的容易成熟的，所以我们最后才放。最后在出锅之前，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辣椒红油，如果不吃那么辣的话，用普通的食用油就可以了。然后再给它简单的翻拌几下，给它翻拌均匀，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看起来也非常的有食欲。看来今天的大米饭又有遭殃了。最后关火，给它出锅装盘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啦。就这样，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红烧豆腐就制作完成了。这样做的豆腐真的是非常的美味，而且还超级的入味好吃，吃到嘴里也非常的鲜香滑嫩。像这样的豆腐给它浇在米饭上，真的是老下饭了，那味道真的是绝了，绝对比麻婆豆腐还要更加的好吃。这道菜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于费米饭了，用米饭拌一下，绝对的能让你吃上3大碗。如果您也喜欢这个家常红烧豆腐的话，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点我的头像进去，还可以看到往期更多的美食做法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这个小家伙睡得老沉了，你们看，真的是怎么弄都弄不醒。给你们看一下它可爱的小爪子，纳了闷了，为什么脚掌又黑又粉的呢？带着这小白手袜也太短了吧，不过也蛮好看的。这只爪子只有2个手指头是粉色的，其他老黑啦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朋友们下期再见哈。